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个时候环境也有蛮大的变化。第一个，台湾跟美国断交了嘛，那是在1979年年底的美丽岛事件嘛，对不对？再加上有一个很难忘记的一个回忆，是1980年的2月28号那一天，我正好就在仁爱医院的急诊室，是林仔血案的时候，林焕军送来的时候，我正好在急诊外科，所以对于80年代是怎么开始的，其实一阵慌乱哦，包括毕业啦、考执照啦，医师执照没有考上，考第3次啦，然后回高雄啦，然后在景美医院上班啦，然后又到仁爱医院去上班啦，然后又出唱片啦，然后又做演唱会啦，一堆事情，没想那么多，但是回想来，其实80年代它其实是一个前面的历史的一个结束，然后它是另外一个时代的一个崭新的开始。那么纷杂的，不管是政治、艺术、文化的环境里面哦，甚至种族的环境里面，你其实不想去想太多的真实面的东西，因为你真的去像填调搞清楚，你会发现你很不想干，所以你干脆用发灌奖的方式。所以那个时候，台北不是我的家啦，鹿港小镇啦，家什么这些东西，你都会必须要用人本身的这种得到真实的家的温暖，再加上一些额外的想象力去创作。2017年我在出家山的时候，我就真的回到宜兰去，我带我女儿去，我带我太太去，我看看我们当初成长4、5岁，3岁到5岁，那个时候我成长的环境的感觉，一直到现在，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社会已经慢慢找到一个次序了嘛。我觉得大家都成长了，大家也都看过世界，而且世界也变得更不一样。因为明天会更好出来的时候是1985年嘛，台湾的社会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矛盾的，也就是我们不要过于清楚的光明正大去描写一个会更好的明天，因为它不见得会存在，所以你必须要用稍微润饰，最好多加包装的方式来描写一个会更好的明天。你假如写出真正的现实的今天的话，明天是不会更好的。所以他有这种矛盾的社会情绪存在，是吧？就是那时候的创作者都学会了怎么样在一种自己体验到了应该要更好的明天的一种方式里面，而站在其实没有信心的今天里面，去把自己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得好一点，至少让大家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安慰。这是明天会更好，真正的那个创作的那个基石嘛。原来的罗大佑是赤手空拳一个人嘛，一个演唱会在那个时代其实是不可能一个人办成的，包括连唱片公司，连稳定音响刚刚出来，它有那么好的设备，其实我们都不见得可以把演唱会办成，因为大家不熟。中华体育馆在之前办的是四海归心，办的是国庆晚会，办的是这样的大型的晚会，那个就是一个等于是 industry 的一个开始。因为滚石唱片跟飞碟唱片都是在80年代开始做唱片的嘛，他们知道怎么样去 coordinate 这些灯光、音响、企划，然后票务所有这些事情。那我的演唱会这个是跟着这样上来的。我们是 survivor，我们是经过生死存亡这样过来的。哦，我们不是说只有奋斗不奋斗、努不努力的问题，我们是在自己的道德的底线之下，要能够活过自己。好像我这样自己对自己的一生还可以交代吧？你不能就这样混，你混的话就是你变成另外一堆了，这样。所以我觉得历史是值得参考的，尤其这一段不长，但是它影响人类还蛮长的一个这个10年。